之前就给大家说过了，湖北的这位大哥呢，50来岁的年纪，他是很倔强的一个人。我们给他包工改造这栋房子，但是很多细节的问题，他是不放心的。看到我们做工，他总感觉哪里做的不太好。我们现在刷这个屋顶、露台、地平的这个防水，他就感觉我们师傅的做法不对。本来呢，这个油漆在之前很早的时候我就给他说过，我说用这样的防水涂料来做，时间久、热晒雨淋的，可能它起到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何不如到城里面去，叫别人专门用那种沥青铺上一层沥青，烧融化的沥青铺上一层，然后呢上面再盖上一层卷材，再打一层混凝土保护这层防水，应该是比这个更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啊，这栋房子建造的时间很久，如果用沥青来做防水的话，它是直接完全渗透到这些砖缝里面。房子起得久，它里面有很多小缝隙，如果没有沥青完全侵入进去的话，这个防水是很难做的。尤其像现在这种防水，直接是刷在这个水泥板之上，时间久，热晒雨淋，它是完全以后可能会起壳。如果是游泳池的话，里面注入水了，用这样的防水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露台是常年不积水的，如果直接这样子刷，这样的涂料直接暴晒在6月份的太阳底下，我觉得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呢，这个大哥怎么说他都不听。你看我们师傅在做工，一边在做，他就觉得不好，他要自己上手，自己来做，反正总感觉不相信别人。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很早之前都有一点微妙的关系。以前我们刚来改造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和当地人可能一联合一起来坑他之类的，我给他说用什么什么，他反正总觉得不对，反正我说的他总是不信。但是做沥青做卷材，我给他算了一笔账，50块钱一个平方，别人自己来做，做好了之后你验收就是50块钱一个平方，那加起来整个这个露台加上这个炮楼还有小房间我们盖的这个顶，也就2000来块钱，总共平方的话就50来个平方。像他现在买这个防水的涂料，今天5桶，还有这个顶上绿颜色的刷了4桶，一桶就是400多，44160，这个5桶是150，那就是750，加上1000，1600就是2100，还要再买5桶，那就是3000来块钱，3000多，而且所起到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人工的工资还没算，光材料都要花了3000多，所以说这个屋顶的防水用的成本特别的大。现在屋顶的防水已经做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地面还有墙面都是蓝颜色的，其实和整个小房间顶上还有这个炮楼的顶上绿颜色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感觉远远的看过去发绿绿的，并不好看。这层防水不知道能够去多久，如果上面不做一个混凝土的硬化，再给它覆盖一下，我真的担心这个冬天结冰还有夏天暴晒的情况下，大概能维持几年。之前啊，我们是拉了一车积沙过来，还剩了不少。现在呢，要把积沙移到这个屋顶上去，也就是3楼的露台位置。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防水的处理，就感觉这颜色挺怪怪的。然后呢，为了保护这一层防水的涂料，我们准备拉积沙还有水泥上去呢，做一个混凝土覆盖一层，这样子呢，我相信应该要好一些。
改造这栋房子，我们这个斗车啊用处很大，几乎所有的这个材料都是靠着斗车一点一点转运过来的。现在要把这个沙子运到这边，然后人工给它拉到3楼。上面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滑轮，用绳子这样子拉。大哥在这边说，等房子改造好了之后，他还是想找一个老婆，意思就像之前所说的，找一个人和他一起合租这套房子。他说50多岁了，现在如果找老婆再养个孩子又不现实，但是不养的话又怕感情不好。师傅就告诉他说，我们寨子上有个男的60岁了，还生了小孩。他给国家升人才了。习近平给不给他什么的？给钱了，有鸡巴。他一个他读书不要钱，现在他读书不要钱。我跟你讲啊，他是1个月还有2、3千块的生活费啊，有了，我们这里有了。你们这里有？有，我们那里没有。有了，我们那里没有。他现在是什么都国家包了。我跟你讲啊，他住院不要钱，住院不要钱的。对呀，真的。我们那里啊，刚开始说啊，就说只要说愿意生小孩，一家就讲20万，他是跟别人争了的，鸡巴毛都没看到。真的，那可能就是对你们这，可能是说，对你们这里可能说有了，可能是对农村有了政策，在城市里面可能没有政策。我们这个他说贫困户跟别人贫困户，学生上学不要钱，那个住院不要钱，还有每个月要有几千块钱生活费。是吧？师傅他们也在劝大哥，我们寨子上那个已经70多岁了，他的小孩还很小，相当于他是60多一点就生的小孩，现在有3个男孩，小孩都还很小，然后他已经72到73岁了。劝大哥说，现在你才50多岁，实际上讨个老婆的话，也还是可以再生小孩的，毕竟房子建好了之后，有个小孩在家里面也会热闹一些。那大哥也说了他一些观点，他说这个年纪真的不想再生了，生了之后负担也比较大，还是等房子改造好了之后再看情况吧。转运这些沙子要4个人配合，这边有个师傅，中间有一个大哥今天也帮忙了，然后顶上还有一个师傅，4个人这样子转运沙子到3楼的位置。我说的东西跟你说的东西不一样。刚才我们都算了一下，比人工一挑一挑的搬上3楼还是要快了许多。这个呢也比较节省体力。生女儿了，当子期一些，他成家了，他嫁人了，就不由你操心了。大哥这边呢就负责拉这个绳子，控制点方向，主要是靠这个师傅给拉上去，拉到了3楼的楼顶，然后有个师傅在那边接着。直接把沙子倒到3楼的这个露台之上就行了。我就说，他揍你了，那有可能有。还不是那个儿媳妇打工也多，也就是说，那是属于那种3观不正的那个人。之前自己没长眼睛，你自己选择的。所以说，那人还是说虚伪性蛮那个，虚伪性太大了。考虑了很久，整个3楼的露台位置，我们还是拉了很多沙子，在这边呢做一个硬化，把整个做的这一层防水涂料给它保护起来，要不然这层防水涂料很可能时间久也会漏雨的。现在整个这个顶上呢，混凝土已经打起来了，将近是有5到6公分的厚度。两边呢做了2个排水口出去的，那边角落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墙面我们之前刷的也是蓝颜色的防水涂料。
现在整个屋顶呢，工作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顶呢就不盖瓦了，在这旁边呢是留了一个小房间，里面呢也是做了这个防水的处理。因为大哥说他的洗衣机、晾晒的衣服都要放在里面，所以给他做一个防水的处理。里面呢也做了一层硬化，我们可以走进去看一下。这边呢，因为要硬化的薄一些，所以里面的这个空间呢是基本上不占用，然后整个地面呢是比外面要低一点点的，但是我们在这个门的位置是提了很高，所以下雨天基本上雨水也是进入不到这个小房间里面来的。这边是做了一个台子放这个洗衣机的，那边的管子都已经预留好了。整个这个小房间还是有10多个平方，用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好用的。当然，整个3楼的露台，我个人觉得还是风景最好的。站在这边，视野开阔。吃过晚饭，在这边放上躺椅，再安装一个户外的这个伞，然后在这边喝喝茶，看看远处的美景，还是挺惬意的。整个楼顶的防水涂料加蓝颜色和绿颜色的加起来3000多，大概3400、3500左右吧。人工，2个师傅大概要做2天，差不多也是1800块钱，就是4500块钱左右。如果到城里面直接叫人做那种沥青还有卷材，这样子做的话，50块钱1个平方，也就是2200、2300左右，差不多翻了1倍吧。但是呢，这个钱是他自己来花，他自己乐意开心就行了。我给他的建议，他不听，有什么办法呢？那朋友们啊，最后我也想问大家，你们觉得哪种材料来做这个防水比较好呢？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好了，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